大家好，我是後世，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你今天戴什麼錶呢？在鐘錶的世界裡，我們追求的往往不是精準，更多的時候追求的是一種觸動感官的視覺張力。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兩隻錶，來自 Froggear Pioneer MK2 系列的飛行腕錶，分別是 Pelican 典範灰與 Nightmaster 暗夜橄欖。說實話，在看到這兩隻錶的第一眼，我被它那種極具侵略性的工業美感給震懾住了。但我也必須在影片開始就跟大家說真話，這是一款優點跟缺點都同樣鮮明，個性強烈到甚至有點挑人戴的腕錶。依照 Froggear 的官方的說法， Pioneer 本身就是一個已經被市場驗證非常成功的暢銷系列，而 MK2 的角色是作為 Pioneer 的繼任者，在完全保留原有的優點的前提下，針對玩家實際佩戴後的反饋進行更深層次的調整與精煉。也正因為這樣， M2K 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想證明自己有多不一樣，而是 Froggear 團隊在開發的過程中展現出一種近乎偏執的硬核修正。他們沒有否定 Pioneer 的原本建立起來的噴射引擎風格，而是選擇在結構與比例、視覺深度上動刀，把那些原本就很有力量的設計語言推向一個更成熟、更立體的階段。這次 M2K 的設計靈感依舊是來自噴射引擎那種強勁且流暢的線條，但這不再只是停留在概念或造型上的比喻，而是你能從錶殼的每一道切面、每一圈前臂紋的深淺變化中，實際感受到機械張力。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聊的不是它改了多少，而是這次在 M2K 的殼體與會上，如何不犧牲硬派氣場的前提下，讓整體精緻度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跨越。它的殼體直徑維持在霸氣十足的43毫米，但它在數據上做了更科學的優化。它們大幅地縮短了錶耳間距，並且嘗試將錶殼做得更加纖薄，要在維持200米的防水深度前提下，去壓縮內部空間，並雕琢出比之前更細密的前臂紋，在視覺上呈現出噴射引擎进气焰片的細緻光影。這對精密加工的要求極高，這種殼體美學的進化讓它在霸氣之餘多了一份高級感，不再只是一隻生冷的戰術錶。我們看它的材質，殼體由 316L 精密不鏽鋼，在灰色這款上，你能感受到鋼材原始的冷冽。殼體側面呈現出垂直拉絲與細緻倒角拋光的交界，線條極其銳利。而綠色這款則是穿上了戰術感極強的黑色 DL 塗層，這種塗層不僅讓線條更加冷酷，更有一種吸收光線的深邃感。現在我們把鏡頭拉進來，看看這錶款最引以為傲的人格展現，這也是 M2K 比起以前最核心的進化，視覺深度的降維打擊。我們先看看綠色這款暗夜橄欖，它的盤面配色抓得極準，是一種帶着野外作戰氛圍、極具動能的深橄欖綠。面盤上那些極其飽滿的大阿拉伯數字時標，不只是平面印刷，它帶有強烈的立體厚度。Froggear 在這裡運用了一個極其精妙的視覺組合，採用了雙拱形鏡面設計，配合盤面上那些立體大塊的夜光時標，這產生了一個極其強烈的 3D 立體感。當你在微光下轉動手腕時，這些數字時標看起來像完全脫離了面盤底盤，就像懸浮在半空中一樣。這種懸浮感產生的視覺爆發力，讓面盤不再只是一個盤面，而是一個充滿層次的微型空間。特別要提的是，綠色這款在暗處展現的夜光能量，那種夜晚時的爆亮視覺衝擊力真的是非常驚人。在我看過那麼多同類型的錶款裡，它的夜光強度與立體感絕對排得上前幾名。那種飽滿、穩定、極具侵略性的光影表現，是我目前看過數一數二優秀的夜光作品。而另一邊灰色這款，則是展現了完全不同的靈魂層次。它的面盤採用了極其細膩的放射紋理，當光線射入盤面，會隨着指針軸心畫出極具張力的光譜，展現出一種現代且利落的冷酷專業感。最讓人驚豔的細節，在於指針與面盤之間的光影對話。灰色面盤上的多色穿氣燈管不是簡單排列，而是細膩的鑲嵌在時標與指針的結構之中。
這些燈管在放射紋理背景襯托下，呈現出一種科技感十足的精密視覺。每一根燈管的色彩與金屬放射光芒相互輝映，那種利落的專業軍事感，真的是灰色款獨有的魅力。但大家請注意這兩隻錶最迷人的共同特徵，那一對极具視覺張力的橘色飞行指針，寬大的鍵形指針搭配高飽和度的橘色，在盤面上創造了絕對的視覺中心，確保讀時這件事變得無比純粹且簡單。關於這錶款，我們必須聊聊它在黑暗中的第二項特色，就是 M2K 搭載來自瑞士的川崎燈管。它不是那種強效夜光塗料瞬間爆亮的類型，灰色款的川崎管採用了多色排列，細膩的鑲嵌在面盤時標之上。不過我也要誠實的告訴大家，如果你追求的是極致亮度，這款川崎管與綠色款那款爆亮的夜光塗層相比，在視覺感官的亮度上還是存在着一些物理上的落差。鏡面的部分採用厚實的双拱藍寶石鏡面，並做了內側反射塗層，這讓你在觀察面盤細節時幾乎感覺不到玻璃的存在。翻到背面 ，MK2 搭載的是 Seiko NH35 自動機芯，這枚機芯不華麗，但耐用穩定，配合螺紋鎖牙錶冠與200米防水，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實戰體系。我要聊聊這錶款最真實的佩戴感，這是我認為這錶款最具爭議的地方。雖然錶殼結構進步很大，縮短的錶耳也更科學化，但我必須以我8英寸的腕圍的實際體感來跟大家分享。即便在像我這樣較粗的手腕上，43毫米的直徑理應非常剛好，但我依然能夠感受到那大幅向下彎曲的錶耳，努力的想要貼合手腕線條。這對於大腕圍玩家來說，確實減少了錶殼兩端懸空的尷尬，但在原廠錶帶與錶扣的配合上，我覺得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不可否認的是，這次錶帶的質感其實做得非常好，從厚實的用料就能感受到品牌追求耐用性的決心。這種扎實的質感確實與硬派的殼體相呼應，顯示出它是一種能夠經起時間考驗的工具。但也正因為它追求極致的耐用與厚度，錶帶在初次上手時顯得非常僵硬，質感雖然極佳，但卻不一定最適合立即上手的狀態。那種特別寬大的錶扣，在與錶帶配合時顯得格格不入，並沒有達到視覺上的那種精密細緻的順滑感。即便在我的粗手腕上，它依舊需要一定的磨合期，才能讓這份硬核的質感真正轉化為貼合，是需要玩家花一點耐心去馴化的作品。我建議，如果你被它的懸浮視覺與驚人的夜光給吸引，入手後可以先試着花時間磨合這條厚實耐用的錶帶，或者直接換上更柔軟的錶帶。整體來說 ，4Gear MK2 用那種前所未見的懸浮深度與夜晚爆亮的視覺表現，給了我們一個既強硬又浪漫的理由去擁有它。它那份不妥協的強韌感，確實需要你花一點時間去適應、去磨合，但這其實正是它硬核飛行基因的一部分，也是這隻錶最真實的性格。相信我，當錶帶在你手腕上找到那個完美的貼合點，當你看着那些時標在光影交織的盤面上呈現出近乎懸浮的立體層次時，你會發現這段時間所有的磨合與等待，絕對都是值得的。以上是對 4Gear Pioneer MK2 飛行腕錶的分享。你會選擇像 MK2 這樣一開始需要磨合、需要時間相處，但越戴越有感覺的硬核工具錶嗎？還是你偏好那種一上手就討喜、不需要花時間馴服的設計？歡迎留言告訴我。老朋友請記得幫我按讚、留言、簽到。新朋友請訂閱厚實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謝謝你的收看，我是厚實，願上帝祝福你。我們下次見。拜拜。